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1月28号，比特币价格还在$23,000附近徘徊。15K、16K 带大家抄底做对的多单，我个人是选择继续抱啊。不过狗狗币前天开的30倍做多，昨天防守位自动止盈掉了，所以现在狗狗币手上没有多单，有一点可惜啊。当然，我的观点是现货你一定要给我抱住，不排除时间整理到位，有没有可能就类似昨天跟大家讲的，这下方的一个矩形。它上方上来，空间是达到了这个上影线的位置，空间是到了，但是时间没有到啊。时间如果从这一根开始画过去，它这个矩形有没有可能拉到某一个位置？有没有可能在2月8号，或者是等一下再跟朋友们聊一下，比特币前面在$23,600的高位，程序交易在社群里面也是有通知了一笔空单的建议。朋友是在问最近的程序如果空单有做对，那要怎么应对，包括最近为什么它在这个位置还是矩形区间来震荡，以及昨天的这一根螺旋的 K 线现在是有上影有下影，我们到底要怎么来解读，以及4个小时里面的量价的形态最近有哪一些重点，也要跟大家聊一下。有可能这个位置它在这个位置举行震荡，目的是为了等待下一周的重要事件。有没有可能2号的时候美联储只加息25个基点，就类似上一次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是跟大家讲 18K 压力位你看到的利好，美联储只加息50个基点，不一定是利好，因为它是短线波段的高位，以前有跟大家讲过，利多跟利好你要看空间啊，现在是在波段的相对高档位置，有可能只加息25个基点，也不一定是利好，就类似之前跟大家讲，你一定要去抄底啊。空间在1年多的低档位置 ，FTX 交易所利空不一定是利空啊。等下再来跟大家探讨。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要钱链接注册 ，Beyond OK 返用20%，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啊，链接放在这边。然后我想通知大家，如果有用我们邀请链接的朋友，你如果交易量达到每个月2000U，可以直接联系我们，帮你拉进成长组，或者是交易量比较大的朋友，有达到2万或者是6万 U， 也可以联系我们，帮你拉进做手组或者是补金组。后续我再观察要不要开通狗狗币程序交易的信号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昨天晚上以太坊也是有给了一笔30分钟的空单信号，是在凌晨4点的时候1616附近啊。我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些信号，包括比特币前面30分钟给的一笔信号是在$23,600，到现在有些朋友也是在问，它是有利润啊，有利润要不要报到美联储2号，也就是下周四加息的那个窗口，他是在问要不要继续报。我想跟大家聊一下，是这样子哦，比如说这个位置真的有看到信号的时候，你在开单之前要设一个止损，比如说1%的一个止损，因为进场之前先不要想着我马上要赚钱，有可能会输钱哦。那你输钱的情况下，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你先设一个1%的止损。30分钟前面是在这个位置啊，也就是这2根 K 线拉升的时候，当时程序是通知你可以去做空。做空，那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啊，如果你短线有做对，我前面一天也是有跟大家讲，其实跌下来你又应该就要平掉。不应该等日线等了几天才问要不要平，或者是昨天也有低点，你要平在这个位置也是可以哦。你如果感觉现在是整个涨幅相对有一点高，你要平一半也可以，或者是留一半，比如说你在入场之前设一个1%的止损，那如果它止损了，那你该止损就是止损。如果是做对的情况下，你可以比如说$23,500或者$600附近，防守位止盈位你可以自动设在$23,500或者$600附近。其实这个位置如果它这一根 K 线收出来有继续跌，那我的观点是你可以把成本继续往下移哦。比如说这一根有大长 K， 那你可以设在这一根大长 K 的收盘价附近。一般超短线我都是这样子来应对。那如果你有看到跌得很深了，你可以平掉一半，然后留一半，选择看要不要报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因为你只要有设了保守性的防守，那30分钟比如说在这个位置，你也可以继续在这个位置设保守性的防守。万一是价格朝着你做空相对不利的一个方向，就是它万一是价格再涨的情况下，你在这个位置比如说就这一根 K 线的交合处啊，
它有没有可能在2号的时候美联储只加息25个基点，还会再下去吗？也是不排除啊。因为这几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下，就是4个小时有看到一个现象啊。昨天是担心它有没有可能跌破这一根 K 线，4个小时它不是在画区间嘛？画区间有一点是它这一根大量的 K 线，昨天是一度在担心它到底会不会破，不过也是有跟大家讲，你要去观察它的收盘，但是收盘价它没有破这一根 K 线的开盘价，所以现在感觉好像整个区间里面就只有这一根 K 线是有一个上涨的多方量，那其他的 K 线呢，区间里面感觉是有看到一些败象，我们可以明显观察一下，下跌的时候有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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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就是它 K 线在收红的时候是有量，但是上涨的时候量能好像没办法超过这些下跌的量，所以我的观点是有可能也不排除它整个矩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如果要上去最好是能稳在这几根 K 线的上方，能不能突破这个矩形，收盘必须要收在23,200至300美金附近，那有可能这个位置区间震荡，然后看高点会不会再拉高，但是拉高的情况下我的观点也是一样，你尽量也不要去追，有可能还是在矩形震荡，它动不动有可能会挖一个陷阱，或者是要做多的朋友，我的观点就是这样子，最近你尽量以区间震荡为主来对待，如果没有破这个矩形，我的观点是你尽量也是减少做多，或者是看有没有程序的信号，也是一样，尽量以短为主。这个位置为什么需要区间震荡？有一点是它下一周2号的时候，美联储会进行一个利率决议的公布，有可能只加息25个基点。除了这一个事件，下周还有一个事件，也就是5号的时候，我们到时候要去留意一下，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也是要公布。所以既然是事件的密集披露窗口在下周4跟下周5，我的观点是不排除我们不要去管它利多还是利好，它在空间相对的高档位置，你短线尽量以震荡为主来对待。如果我是主力，我也可能不一定会拉，因为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在缩量，那有可能这个位置区间震荡，震荡目的到底为了什么？我想跟大家聊一下。我们可以明显观察一下底部的区间矩形震荡了多久，拉到这个高位的时候，有没有可能它在这个位置区间的时间要拉长，目的为了把前面低档买的筹码获利是非常的丰厚啊，它在这个位置估计要洗个一段时间，然后有没有可能或者是挖一个坑，到时候看会不会继续往上拉。因为这2天也是在跟大家讲，你如果要在做多或者是没有多单的朋友，你只能观察，比如说21年7月份当时拉上来的时候，这边也是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下跌，它这种是相对比较弱的一个下跌，但是这一次根本就不弱啊，它全部都是在区间震荡，没有这种相对比较曲折的一个下跌。或者是这几天也是跟大家讲，如果不像这个位置，那有没有可能类似20年疫情爆发的时候，当时也是拉了上来，这种就是空间啊，你看空间啊，空间是在几年的相对低档的位置，所以利空不一定是利空，疫情爆发的时候这种位置你也要看空间，利空不一定是利空。那这一次 FTX 交易所也是跟大家讲，利空你要看空间啊，利空不一定是利空。那现在的位置可能是这样子哦，就类似这个疫情底，它拉上去以后，为什么会在这边画一个区间震荡，或者类似一个收敛三角也可以，最终整理到位以后喷上去，因为它在这个位置也是要化解这整波拉升里面的获利筹码，特别是在这个低点有买的，这个低点有买的，这个低点有买的，把一些筹码在这个位置给它洗下车，洗完以后它会再拉上去，它会再洗盘，甚至再挖坑再洗盘，把一些筹码一步一步的洗到位，后面再拉上去。所以目前我的观点是这样子，有可能这个位置它也是在等待下一周的重要事件。另外我们再来观察一下4个小时的 Vegas， 昨天也是有跟大家讲过，这一波矩形震荡到位，你观察一下它什么时候有挖坑的位置，到时候再去观察这一个144的 Vegas 通道，你观察一下它下一步有没有可能来到21000或者是21500美金的这个区间，就是这个区间，到时候看还有没有做多的点位，以及1个小时
它其实现在已经测了几次这个144测了几次，那现在144的成本是在这个区间啊，所以我的观点是不排除矩形震荡到位，有没有可能挖一次坑去测这个576跟676这个通道也是会慢慢移到这个2万亿附近，就类似前面几天跟大家讲，你尽量观察一下有没有可能再来测这个区间，到时候看要不要做多。当然空单的建议我还是不建议啊，因为目前不管是4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的 Vegas， 它目前趋势是金叉多头排列的结构。那我的观点是这样子，你要做空只能抄短线。然后我想跟大家聊一下以太坊，昨天30分钟是在这个高位给了一笔空单的建议啊，想跟大家聊一下，如果在这个位置你有空到，我的观点也是一样，有下来尽量平掉一部分，或者是你设一个保守性的防守，可以观察一下，如果是真的在这个位置有空对，它这边不是有一个高点2个高点，保守性防守设到这个位置是在多少？$1605附近啊。然后整个中线我们来观察一下它日线的整理结构啊，目前感觉也是有一点类似收敛三角的一个结构啊，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量能啊，4个小时的量价可以明显观察一下，下跌的时候也是有几根大量，这一根下跌的时候也是有大量，然后这一根拉升的这根 K 线也是有个大量，或者你短线也可以观察一下4个小时这个位置1560附近这个位置有没有一个支撑位啊。当然目前其实短线很难操作，不然我的观点是你尽量减少操作，有可能这个位置也是要蓄势一段时间，整个日线需要震荡，然后后面看能不能去挑战前面的这个高位以及这个高位，这个高位就是这个区间，它需要横一段时间，并且这下方底部的一些获利筹码可能也是需要这边来化解一段时间，你尽量看有没有矩形的低档，到时候看会不会突破。然后我们来聊一下这个狗狗币啊，狗狗币是这样子哦，还是一样，就是最近感觉下跌的时候它也不想破，昨天是再踩了一次这个20MA 啊，那我们可以细心的观察一下，它这一次有没有可能，如果是要再压回来，这个20MA 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啊，以及短线的一些量价，狗狗币其实整个区间的形态里面有几个大量，虽然是有几个空翻的量，不过这几个量是比这几个量要大，然后这几个下跌的量也没有超过这几个大量的位置，你尽量看还有没有压回的低点，到时候看要不要继续做多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留出。